上节课呢，我给大家讲了直线方程的4种形式还有整理后得到的一般式。那么这节课呢，我要给大家讲几个常见的题型，也是比较重要的题型。好，例题1，经过直线，经过点 P 是逗1，我们标注上，做了一条直线 L。它和 x 轴、y 轴的正半轴相交于 A 和 B 两个点，所以点 A 的坐标呢，我就设成 A 逗0，点 B 的坐标呢，我就设成0逗 B。显然呢 ，A 是大于0的 ，B 是大于0的。好，接下来呢，他说当三角形 AOB 的面积最小的时候，让我们求的是直线的方程。我经过点 P 可以做无数条直线。那么做的直线不一样虽然也都是和 x 轴、y 轴的正半轴相交，但是三角形的面积是大小不一的。什么时候面积最小呢？我们就把那个时候的那条直线 L 的方程求出来。我们先不谈面积的最大还是最小，我们就单说三角形 AOB 的面积怎么求？当然是1/2底乘高呀。底就是 A， 高就是 B， 所以我要求面积的最小值，其实就是求 AB 的最小值。那我怎么去求呢？当然我要想到均值不等式常用的嘛，求最值。均值不等式我们快速的回顾一下。A 和 B 都是正实数，任何两个正数的和大于等于2倍的根号下，它们俩的积。当它们俩的积是定值的时候，这两个正数的和就有最小值。A 乘 B 小于等于A加 B 括号的平方。当 A 加 B 是定值的时候，这两个正数的积它就有最大值。那么我现在它虽然是 A 乘 B 的形式，但是没有关系那么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接下来我要怎么办呢？我直接应用均值，我是找不到最值的，所以呢，我就把我能做到的我表达出来。那么这条直线在 x 轴上的截距和在 y 轴上的截距我都标出来了，所以呢，我可以把直线方程设出来。设直线 L 的方程为我要写成截距是 x 比 a 加上 y 比 b 是等于1的。那么这条直线经过了点 P， 点 P 由于它过了点 P， 点 P 的坐标就满足直线的方程，所以我们就得到 a4加上 b1是等于1的。好，这个时候我就发现A 和 B 都是正数，因为交着正半轴嘛，它是正数，它也是正数，所以 a4加上 b1我就看成均值定理里边的 A 和 B。任何两个正数的和一定大于等于2倍的根号下，它们俩的积就是 AB4，而它俩相加还等于1。把2除过来，1/2就大于等于AB4，两边一平方，因为都是正数，可以平方，它就大于等于 AB4。取到数，4就小于等于4/AB，所以呢，把4乘过来 ，AB 大于等于16，都比16大，等于16的时候就是 AB 的最小值。AB 要取到最小值了，显然呢，面积就取到最小值了。可是我并不想知道面积的最小值等于几，我是说面积取得最小值的时候，把那条相应的直线求出来。也就是呢，它要让你考察等号存在的条件。什么时候取得最值呢？我在哪儿应用的均值不等式呢？当切仅当，我在这儿应用的，把它看成 A， 把它看成 B 了嘛。所以当切仅当 A4等于 B1，再结合 A4加上 B1等于1，即我要把 A 和 B 求出来。B1带到这儿 ，B2等于1，B 等于2，它是2，交叉相乘。当 A 等于8，B 等于2的时候，
你就取到最值了，等号就存在了。那么此时这种时候 ，a、b 它是有最小值的，所以此时 L 的方程就被我们找到了，它就是 x 比上8加上 y 比2等于1，写成一般式 x 加上4y， 每一项都乘以8减8等于0。好，第一个问我就做完了。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第二个问。第二个问呢，他说当 OA 加 OB 取得最小值的时候，还是求直线的方程。OA 是谁呢 ？OA 就是截距 A 呀，OB 就是直线在 y 轴上的截距 B 呀。我就要求 A 加 B 什么时候得到最小值 ？A 加 B 什么时候取得最小值呢？要求它们的极是定值，没有定值怎么办？我们就借用这个1构造倒数，所以 A 加 B 乘以 a 分之4加上 b 分之1，反正它就是1，所以依然和原式是相等的。分配率是加上 b 分之4加上 a 分之4b加上1，所以它等于5加 b 分之4加上 a 分之4b， 正数正数一正做到了。任何两个正数的和大于等于2倍的根号下，它们的极约了，b 和 b 约了，这是4，这是 b 分之 a， 这个是 b 分之 a 加上 a 分之4b 加上1，a 约了 b 约了就是4开出来2的4加5，这是9。可是我并不想求 a 加 b 的最小值，我只是说当它取得最小值的时候，等号存在的时候，我要求的是直线的方程。所以呢，当切近当什么时候应用的均值呢？我是在这里用的。当切近当 b 分之 a 等于 a 分之4b， 我们还要结合 a 分之4加上 b 分之1等于1，我要把它求出来，记 a 和 b 的值。这个方程1呀，它是方程1，它是方程2，交叉相乘，由1得 a 方等于4b 方，由于都是正数 ，a 就等于2b， 把 a 等于2b 带到这里来，2b 分之4就是 b 分之2加 b 分之1 ，2b 分之4 b 分之2加上 b 分之1 b 分之3等于1，所以 b 就等于3。b 要等于3呢，带到这儿 a 就等于6，也就是当切近当 a 等于6 b 等于3的时候， a 加 b 它才取到最小值，所以此时 L 的方程为 x 比 a 是6加上 y 比 b 是3等于1，那么每一项都乘以6，x 加上2y 减去6等于0，所以第二个问我们也求完了。这个就是有关求最值。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道题，看看这道题怎么办。我们看一下这道题，
在平面直角坐标系当中，一支射线 OA， 这是一条射线。x 减 y 等于0，其中 x 是大于等于0的。那么过点 P 做直线，分别和射线以及 x 轴都相交。好了，我们根据题迅速的画出图来，建立直角坐标系 x 轴 y 轴。x 减 y 等于0，就是 y 等于 x， 一三象限角分线。我只要 x 大于等于0的这部分，所以呢，它是一条射线，这是 x 减 y 等于0。经过山豆一这个点，1、2、3，经过山豆一这个点，我做了一条直线和这条射线相交，随便的做一条，因为它没有要求嘛。和射线交于点 A 和 x 轴交于点 B。括号1，当 AB 的终点恰好是这个点 P 的时候，这是点 P， 当它恰好为 AB 这个线段的终点的时候，我们求 AB 的一般式的方程。我们要求直线的方程，首先要看它具备的条件具备不同的条件，我们采用不同的形式。那么这个直线 AB 具备什么条件了呢？由于点 B 点 A 在这条直线比较特殊，它是第一象限角分线，所以呢，点 A 的坐标我就设成 x1，x1，因为 x、y 是相等的。点 B 呢，它在 x 轴上，纵坐标是0，横坐标我就设成 x2。老师说过，每道题它都是有题眼的，题眼的就是它突出的几何特征。那么这个几何特征当然就是终点。既然它是终点，我当然要表达，一定要记住，抓住几何特征要用式子表达出来。这句话特别的重要，尤其是以后的学习学到圆、椭圆、双曲线、抛物线的时候，特别的重要。抓住几何特征，说老师我看到了终点就在这儿，这不行，要表达。既然你是终点，终点的横坐标等于两个端点 x1 加上 x2 除以2。那么既然你是终点，终点的纵坐标就等于两个端点 x1 加上0除以2。x1 加上0就是 x1 除以2，说明 x1 就等于2。带到上边的式子里来，所以我们就得到这是6减去2，x2 就等于4。于是呢，我们就求出点 A 的坐标就是2到2，点 B 的坐标呢，它是4到0。要让我求直线 AB 的方程，两个点的坐标我都知道了，当然我就可以用两点式来求。有的同学说，老师，那这两个点我知道了，我可不可以先求斜率呀？纵坐标之差除以横坐标之差是斜率，然后呢，我再选择其中的一个点，点斜式，可以呀。方法有好多我就直接用两点式。两点式的方程老师说过，就是写 y 减去等于 x 减去，还记得吗？那么我把它看成 x1y1， 它是 x2y2。如果我要是减去 y1， 上下的对齐都要减，前面这个位置就留给 y2， 它就是0。那它都减 y1 了，那 x 当然要减 x1。上下对齐，它也要减2，前面的这个位置给 x2 留着。所以我们整理一下。4减2，这个就是2，每一项都乘以2，所以是负 y， 因为它有个负号嘛，加上2就等于 x 减2，所以把它移过去 ，x 加 y 减4等于0，直线 AB 的方程就被我们求出来了，它是 x 加 y 减4等于0。好，这是第一个问。第二个问，
我们快速的看一下。第二个问呢，又是求三角形 AOB 面积的最小值，但是这个时候大家要知道，第一个问呢，我是增加附加条件了，我是说点 P 是 AB 的中点，那么第二个问它是没有这个条件的，所以第二个问呢 ，AB 的这个方程我们是不能用的，而且呢，在做第二个问的时候，点 P 也并不一定就是 AB 的中点了。好，三角形 AOB 的面积，它不一定是中点了。我也不重新画图了，就用这个图。我要求它的面积，先不要说面积的最大最小，我们先就把面积表达一下。它当然等于1/2底乘高，啊，底呢就是 OB， 高是什么呀？高当然就是经过点 A， 向 X 轴做垂线，这个 A 去，也就是点 A 的纵坐标，啊，它就是这个高，1/2底乘高。那么，由于我现在做的这条直线，它不一定是终点，我是随便的做一条直线，所以呢，点 A 的坐标啊，我们要重新的去求一下。很显然呢，我要考虑两种情况啊，我还是要重新做图。我经过点 P 做的直线，很可能是垂直于 X 轴的，倾斜角是90度，斜率是不存在的。它和这条射线交于点 A 和 X 轴交于点 B。此时此刻呢，三角形 AOB 是这样的一个直角三角形。那么，由于你经过的点 P 是3到1，所以呢，点 B 的横坐标和点 P 的横坐标是一样的，它也是3啊，纵坐标是0，这是个直角三角形。那么此时，当过点 P 3到1，做 L 垂直于 X 轴。此时 S 三角形 AOB 它是1/2底，底就是3，高是谁呢？点 A 的横坐标也是3，和点 P 是一样的 APB。那么它的纵坐标呢？由于它在 x 等于 y 这条线上，纵坐标也是3，1/2底乘高，1/2乘以3乘以3，它等于9/2，啊，它是一个定值，这是它是一个特定的值，等于9/2。接下来呢，我们再考察。当斜率，刚才是斜率不存在，当斜率存在的时候，也就是倾斜角不等于90度，我不做 x 轴的垂线，斜率存在的时候，设斜率为 k， 所以 L 的方程为，我们用点斜式 y 减1等于 k 倍的 x 减3，这是 x1 y1， 我是经过它随便的做了一条直线，它是 A， 它是 B 啊。我把刚才的这种情况给它擦掉。好。这回呢，它斜率存在了，直线的方程是这个。那么我要求它的面积 S 三角形 AOB， 当然是1/2底乘高啦，底就是 OB 嘛，高就是点 A 的纵坐标啊，
经过点 A 向它做垂线。那么 AB 这条直线的方程我已经写完了，所以呢，我无论是找点这个直线 AB 和 x 轴交点的横坐标，还是找点 A 的纵坐标，也就是找这个三角形的高，我都需要把这条直线和这条直线联立和这条直线联立。那我先就考虑它跟 x 轴相交，所以呢，我先令 y 等于0，则 y 是0，k 删 k 移到左边来，所以 x 就等于 k 分之3k 减1，它是直线 AB 这条直线和 x 轴交点的横坐标，也就是 OB 的值。那么直线和 y 等于 x 这条直线相交，我要联立 y 减1等于 k 倍的 x 减3，它和 y 等于 x 联立，消谁方便就消谁，消谁方便呢？消 y， 消 y 得 x 把 y 等于 x 带到这里来 ，x 减1等于 kx 减3k， 由这个式子移到左边来 ，x 倍的1减 k 就等于把它移过去是1减3k， 所以 x 就等于，我喜欢字母写在前边 ，k 减1，它俩交换位置，它也交换位置，它变成3k 减1。所以呢，点 A 的纵坐标点 A 的纵坐标，这是 x， 这个呢也是 x， 它的纵坐标和横坐标是一样的。所以这个三角形的面积它就变成了1/2。OB 是谁呢 ？OB 是它呀 ，k 分之3k 减1。H 是谁呢 ？H 就是点 A 的纵坐标和横坐标是一样的，它是 k 减1分之3k 减1。所以呢，我们得到的是1/2倍的 k 倍的 k 减1分之3k 减1的平方。好，到这儿我要求面积的最小值，那么就和以前我们学过的知识有关求最值应用最多的就是均值不等式。那么现在它不具备，它既不是 a 加 b 的形，也不是 a 乘 b 的形，所以直接应用均值不等式我们是用不了的。那怎么办呢？我们就采用一个方法叫换元。所以我设 t 等于 3k 减1，那么当 t 等于 3k 减1的时候 ，t 加1除以3，k 就等于 t 加1除以3。所以 S 三角形 AOB 现在我们就把它重新表达一下，它等于1/2。3k 减1是 t， 那么上边就是 t 方，下边这个 k 呢是3/t 加1，k 减1呢是3/t 加1再减1，它是 k 减1。每一项分母3/3/，我提出来1/2乘以他提个1/3，他这项也提个1/3，所以它是1/9倍的 t 加1。这一项呢，它乘以，他提出了一个1/3，所以它也是 t 加1。然后再减3，那么分子呢依然是 t 方，所以呢上下同时乘以9，2/9倍的 t 加1乘以 t 减2分之 t 方，
继续整理，把它整理成 t 方减 2t 加 t 减 t 减2分之 t 方9/2倍的上下除以 t 方，那它就变成1除以1减去 t 方拿出了一个跟它约调 t 分之1减去 t 方分之2。当我算到这儿的时候，大家是不是发现了分母是个2次函数的形啊？好，继续整理9/2倍的降幂排列，我提出来一个-2倍的 t 方分之1，加上它呢是1/2倍的 t 分之1。然后这两项相乘，我验算一下，它是负的 t 方分之2。这两项相乘的时候，2和2约了，是负的 t 分之1，这都没有问题。然后呢，我要配方显然 t 分之1的平方就是 t 方分之1就是 t 分之1括号的平方，加上一次项系数一半是1/4的平方，1/4的平方是16/1。我再验算一遍，它们俩相乘是这一项，它们俩相乘呢是这一项，它们俩相乘是负的1/8。那我就得加上9/8加负的1/8是8/8才能得到这个1嘛。接下来2/9倍的负2倍的 t 分之1加上1/4的平方，然后再加上9/8再分之1。好，我们看一下，当 t 分之1取什么值的时候，这个式子我要求它的最小值嘛，就得让这个式子最小，就得让分母最大。什么时候分母最大呢？当 t 分之1等于负的1/4，即 t 等于-4的时候，t 分之1等于负的1/4，这一项就是0，负2乘以0，负的这一项就没有了，分母就最大，整个分数的值就最小，那么面积的值就最小。当 t 分之1等于负的1/4，t 等于-4的时候，三角形 AOB 它的面积就最小，最小是多少呢？2/9乘以1/8，也就是2/9乘以9/8，所以面积的最小值就等于4。面积的最小值等于4，我们看一看能不能取到这个面积的最小值。能取到最小值吗？也就是 t 分之1能等于负的1/4，t 能等于-4吗？我们要想知道 t 能不能取到-4，我们就得看一下 k 的取值范围。所以呢，我们接下来要看 k 的取值范围。k 的取值范围怎么看呢？我们刚才联立直线了，我们求出在 x 轴上的截距是 k 分之 3k 减1，令 y等于0吗？得到的 x 的值，由于和 x 轴交于正半轴，所以 k 分之 3k 减1它的是大于0的。然后呢，我们又得到点 A 的坐标，直线经过点 P 的直线和这个射线相交，点 A 的横纵坐标一定都是正的，因为点 A 在第一象限。于是呢，我们联立求出来的点 A 的横坐标当然也是纵坐标 ，k 减1分之 3k 减1，它也得是大于0的。
上面的这个式子啊 ，k 的系数都是正的，一个是0，一个是1/3，大于取两边。这个式子呢 ，k 的系数都是正的，一个值呢是1/3，一个值呢是1，大于呢也是取两边。好，那么我们得到的这个 k 的取值范围就是 k 大于1或者 k 小于0。它们俩一取交集，这是0，这是1/3，这是1，大于1/3，小于0。大于1小于1/3，我们要公共部分，所以 k 要么就大于1，或者 k 小于0。所以我们看这儿啊，这是 k 的值。k 大于1或者是 k 小于0，那么 t 能不能取到复式呢？如果 t 取复式，把1移过来，复式加1是-3，3k 等于-3，3k 是k 是等于-1的，符合 k 小于0符合 k 小于0。由于经过点 P 的直线和这条射线和 x 轴相交，显然倾斜角现在它是个钝角的形式，这种形式，这种时候我们才能够求出面积的最小值。它符合 k 小于0，所以呢最小值能够取到，最小值就是4。t 是可以取复式的。这道题呢就是比较复杂一点，和从前的知识结合的比较多。好，同学们看一看。接下来呢，我要给大家做应用题。我们快速的看一下这个题。这是个知识点，我们可以把它记下去，了解一下就可以啊。好，接下来我们看下一个应用题。下一个应用题呢，这是为了绿化城市在一个矩形的区域内建草坪，建一个矩形的草坪。那么这个三角形的内部有一个文物是需要保护的，不能用。整个 AB 的长是100，ABC 的长也就是 A 对的长它是80，AE 呢是30，AF 呢是20。应该如何建草坪使得它的面积最大？很多同学他是纯数学问题解决的还可以，一遇到这个和实际问题结合的，他说老师，其实我也不是不会，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去说这句话。什么叫做如何设计呀？这句话我不知道，我该怎么着手去做？如何设计？同学们这么想，你看，我们需要在这种地方建一个矩形的草坪。有的同学说，老师，他从点 E 这儿开始，我就做这个草坪。那有的同学就说了，那剩的太多了，你还不如这样呢。经过点 F 做 AB 的平行线，我看这个草坪
它面积就大一点，因为我们要争取草坪的面积最大嘛。也有的同学说，我既不经过 F 做 AB 的平行线，要上边的这个矩形，我也不经过点 E 做这个 BC 或者 A 对的平行线，单单要右边的这个矩形，我觉得它们都不够大。有的同学说，我就觉得这样的时候，这个草坪的面积是最大的。所以什么叫怎么设计？这个矩形它和 EF 的交点，我用 P 来表示，不过就是说点 P 在 EF 的线段的什么位置？点 P 要在点 E 这儿，我们要右侧的；点 P 要是落在点 F 这儿，我们要上边的。那么当它就处在它这个线段的某一个位置的时候，面积才最大。我需要找到它在这个线段几等分点处。好，这个呢就是所谓的如何设计。所以你要把这个出题者他问你，他这个意思要明白，然后再归结到一个纯抽象的数学问题上。好了，点 P 呢，我认为这个点叫点 P。那么点 P 我们要建立直角坐标系，我要给点 P 一个坐标，一对坐标，这样的话呢才方便我们去说它的位置。所以我以 AB 为 x 轴，A 对为 y 轴，如此建立直角坐标系。点 P 的坐标我用 MN 来表示。那么我如此建系之后，为什么要给我 A1 等于30呢？就在告诉我点 E 的坐标是30逗0。为什么给我 AF 等于20呢？就是在告诉我点 F 的坐标是0到20。也就是 EF 这条直线和 x 轴交点的横坐标我们知道了，和 y 轴交点的纵坐标我们知道了，所以直线 EF 的方程我们就可以用截句式来表达， x 比上30加上 y 比上20等于1，这条直线的方程我就写完了。点 P 在这条直线上点 P 的坐标当然就满足方程了，所以我就把点 P 的坐标带进来，30分之 m 加上20分之 n， 它是等于1的。当我做到这儿的时候，我心里就知道我已经有定值了，我有和的定值了。因为你是让我求最值绝大多数的时候我们是使用均值不等式的。使用均值不等式，你就需要要么知道和是定值，要么知道极是定值。当然了，有的时候也要转化成函数求最值，也比较常见。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这个草坪的面积表达一下。S 草，它是矩形，所以它是长乘宽。那么你看横坐标是 m， 它落在这儿了，整个这是100，它的长呢，显然就是100减 m。它的纵坐标呢落在这儿了，是表示这个小线段的长，整个是80，去掉这个 n 就是它的宽，所以它乘以80减 n，矩形的面积长乘宽我们就表达了。接下来干嘛呢？接下来我们当然要展开了。我在展开之前我需要做一下变化。我们不是知道 m 和 n 的关系了吗？我要消元，未知数越少越好。20分之 n 就等于1减去30分之 m， 所以 n 呢，它就等于20减去乘以20，零约了3分之2 m。所以它等于100减 m 乘以80减去 n 减20
加上2/3 m， 所以是100减 m，60加上2/3 m， 然后展开，6上个0，它呢加上200 m， 减去60 m， 减去2/3 m 的平方，所以是负的2/3 m 方，3/36 180加上200减去180是20 m， 然后加上个十百千加上6000，我们得到这样一个式子。这个式子呢，我们当然要配方啊，它竟然是个2次函数型，把负的2/3提出来 m 方减去2/3，那就是10m 吧。它俩一相乘是这个，它们俩一相乘20%加上，然后呢加上一次项系数1半是5的平方加上25，所以呢我相当于减了一个50%，我加上一个50%，再加上6000落下来，所以它就变成了负的2/3倍的 m 减5括号的平方。后边呢一通分变成1/3 18050， 3618 18050， 3618后面是3个0，然后呢再加个50，我得到这样一个式子，然后我就考察一下。现在呢它是个2次函数的形，m 是致变量，我当然要知道定义啦。m 当点 P 落在点 F 处的时候 m 等于0，当点 P 落在点 E 处的时候 m 等于30，所以 m 它是大于等于0，小于等于30的。那么我要求最大值，当 m 等于5的时候，它是落在0到30之间，完全可以取到。当 m 等于5的时候，这项就是0，整个负数的这项就没有了。此时此刻，草坪的面积就最大，最大值就是1/18050平方米啊，这就是实际问题。那么它是问如何设计，也就是呢，当草坪面积最大的时候，你这个点 P 呀，到底在什么位置？你看，我点 P 的横坐标知道了，我的横坐标就是5，当然我也能够求出相应的纵坐标。那么这是30个单位啊，它占了5个单位，然后呢，这个剩下的就是还剩25个单位，所以点 P 在什么位置啊？所以点 P 就在 F-E 线段的5等分点，它在1:5的位置，所以点 P 在线段 F-E 的1:5的位置。所以我画的应该画的靠上一点儿，这是1份儿啊，它是5嘛，然后那个是5份儿，这是1份儿，它是5，然后这个是因为它是5是1份儿，整个这个是30，它是5，它是25，5比25就是1:5，所以它在1:5的这个位置，靠近点 F 处，这就是实际问题的应用。涉及到我们写出了直线的方程，截句式的，然后画了一下圆。好，我们再看一道题。
下边的这个题我们看一下，已知直线 L1 和 L2， 当 a 大于0小于2的时候，两条直线和两个坐标轴围成了一个四边形，求四边形面积最小的时候，这个实数 a 的值。首先呢，这两条直线呢比较有特点。L1 它是 ax 减 2y 等于 2a 减4，很显然 a 取不同的实数，它代表无数条直线。那么这样的直线呢，直线系方程通常是横过定点的。ax 减 2a 减去 2y 加上4等于0。a 倍的 x 减2加上4减 2y 是等于0的。a 取不同的值代表不同的直线，我让 a 不起作用，也就是它无论取什么对我没有影响。那么就让 x 减2等于0，a 取任何实数乘以0，它就是0，0加它等于0，说明4减 2y 也等于0。于是我们就得到 x 是等于2的。2y 等于4，y 也是等于2的，所以 L1 这条直线它是横过2到2这个点的。怎么验证一下呢？把 x 等于2和 y 等于2带到这里边来，你看一看左右两边是不是相等 ？x 取2，这就是 2a；y 取2，那就是 2a 减4。左边是 2a 减4，右边是 2a 减4。a 无论取什么值，它都是一个恒等的式子。同样道理 ，L2 它也是直线系的方程。我们看一下，它是不是也过定点了？2x 加上 a 方 y 等于 2a 方加4，把它移到左边来 ，a 方提出来 ，y 减2。加上4加上 2x 减去4等于0，把它们都移到左边，把 a 方提出来 y 减2，加 2x 减4等于0，让 a 方不起作用 y 减2就得等于0，0乘以 a 方还是0，加上它等于0，2x 减4也等于0，所以我们也得到 x 是等于2的 ，y 呢也是等于2的。显然呢 ，L2 也横过了一个定点2到2。把2到2带到上边的方程当中，看一看左右两边是不是相等的 ，x 取2，2乘2等于4，y 也取2，2a 方，左边是2a 方加4，右边也一样 ，a 取任何值对这个相等的关系没有任何影响。所以这两条直线呢，它都是经过2到2的这个点。好，那么我们就画一下图，这个就是2到2。L1 的这条直线和 L2 的这条直线，它们以和 x 轴、y 轴围成了一个四边形。我们就随便的画一下。第一条直线呢 ，L1 直线，L1 直线，我们随便的画一条，经过它。画一条直线，另一条直线呢也是经过2到2的啊，我们也随便的画一条直线。那么这两条直线和 x 轴、y 轴围成了一个四边形，我要求这个四边形的面积，当它最小的时候，这个实数 a 的值。这个四边形是个不规则的四边形，所以要表达它的面积，显然呢。我们要把它分割成两个三角形，分别求面积。这个 L2 啊，它的方程可以表达成 a 方 y 等于负 2x 加上 2a 方再加4，y 方呢等于负的 a 方分之2倍的 x 加上2再加上 a 方分之4。a 方一定是个非负数，所以呢，它
斜率是小于0的，这个就是 L2。那么这条直线呢，我们把它看成 L1。好，接下来我们分别求这两个三角形的面积，怎么求呢？这个三角形的面积是，我标上字母，这是 A， 这是 B， 这是 P。S 四边形它就等于1/2，等于 S 三角形 BOP 加上 S 三角形 AOP。三角形的面积当然是1/2底乘高啊，高呢就是点 P 向 X 轴做垂线。这个高啊，因为它是个钝角三角形，高在外面，高是2，所以我只需要知道底就可以了。底呢就是 OB， 我令 x 等于0，所以 y 的值令 x 等于0，则 y 就等于负的，它除以-2，负 a 加上2。也就是2减 a， 这是底，高就是2，加上这个三角形的面积呢，它的高也是2，2/1底是谁呢？令纵坐标等于0，令 y 等于0，令 y 等于0，则这项没有了。x 等于 a 方加2，所以它是 a 方加2。那么1/2底呢是 a 方加2，高依然是等于2，约掉了，所以它就是2减 a 加上 a 方加2。它的面积取得最小值的时候，题中告诉我们了 a 是大于0小于2的，所以呢绝对值我们就不要了， a 小于2，直接把绝对值就去掉了，那么它就变成了 a 方减 a 加4， a 是大于0小于2的。a 方减 a 加4又出现了2次函数的形，所以我们配个方，配成 a 方减 a 加上一次项系数1半的平方加1/4，加1/4，4呢是16/4，所以我再加一个15/15，那么就配成了 a 减1/2的平方加上15/15。他说当面积取得最小值的时候，什么时候最小呢？当 a 等于1/2的时候，平方的这一项变成0了，它最小就是0。此时此刻，这个四边形的面积是最小的。我并不想知道面积的最小值，我只是想知道面积取得最小值的时候 a 的值。所以当面积取得最小值的时候 ，a 等于1/2， a 的值是1/2。好了，这节课呢，我又根据上节课我们讲的直线方程的4种形式，给大家讲了几个题型，讲了跟实际问题结合的它的应用。那么在讲这几个题型的过程当中，我们又给大家介绍了直线横过定点的问题。好，直线的前半部分倾斜角、斜率以及直线方程的4种形式，我们到这儿就都讲完了。下节课我要给大家讲2条直线的位置关系。